大家好，我是连。现在是8点10分，我们在大熊猫基地的入口处的附近。我有一种迪士尼的既视感。真的，这里超多人，而且每个人都小跑步，想要赶快去入园。因为园区是7点半开门，我们本来以为我们8点10分到已经很了不起了，结果我们现在眼前大概有4个小时，我觉得。天哪，大家是怎么那么早起来的啦？我们没有提前买票，所以直接来排实体票。本来还担心就是会浪费更多的时间，结果我们发现实体票比电子票大概快了20分钟有。因为电子票你要排非常长的队伍，然后才能排队进来，但实体票其实你大概排队5分钟买到票以后，就可以直接走进来。就是推荐大家其实不用赶着买电子票，买实体票就可以了。因为现在是假期，所以这整个熊猫基地里面其实超多人。对，你进来以后不知道熊猫在哪里没关系，你就跟着人走，就可以找到熊猫本体喽。我们今天早上早起参加一个什么熊猫竞走大赛，我们已经连续走了大概30分钟，然后因为我是那种会就是一运动就会过敏的人，然后我现在整只脚都很痒，我一只熊猫都还没看到。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幼年熊猫别墅之类的，就是有3、4只熊猫在吃竹子，然后人大概有30-40个，超疯狂的。我们进来这个太阳产房是一个单行道，然后就是左边会有非常多的熊猫。其实沿路看也大概看了3、4只吧，就是第1、2只会挤超多人，然后就水泄不通。但到后面就还好，就是看熊猫看到腻了。这边的工作人员都有心理战术，我就会跟你说前面还有更可爱的，你们赶快走。然后我觉得熊猫真的很可爱，就是我人生的榜样。因为刚才有一只熊猫就吃，然后它就突然拿不到竹子，它突然间就放弃了，然后一转身屁股扭一扭，然后就去睡觉了。然后再来就看到这一只。他就直接这样子趴睡，就早上10点多，他这样子在睡觉，好羡慕哦！我以后一定要当一只熊猫。什么奇怪的志愿？我们原本很期待可以来看那种小熊猫仔仔，但是过来之后看到产房这里的板子写熊猫产季主要在每年的6月，听起来像水果产季哦。所以这个季节中间才会开放这个产房让大家看，然后过了这个季节你就只能看电视，会有一些录影的画面。大熊猫生活在海拔2000到3500米的地方，然后那边气温常年低于20度，所以熊猫喜冷怕热，就超过25度，它们是不会在外面移动的。所以他来的时候要挑早上啊，真的。对，因为到下午可能有点热，而且听说到了12点以后，它们的习性就是会睡觉，所以真的要早点起床来看熊猫。现在才17度，但是今天已经超多熊猫在睡觉了。我也好想睡了，我觉得我属于那里。波威刚才说，三毛看到撒哈拉沙漠的时候，觉得那是他自己的归属。那你再跟大家讲一次，你说你的归属是哪里？我说我看到大熊猫繁殖基地，那就是我的归属。我们现在在往出口的方向走，我们已经看完熊猫了。现在大概10点多，快11点了。大家要来看熊猫，真的一定要早点出门哦！不要去走那些什么宽窄巷子啦，什么武侯祠啦。哎呀，那些东西都是外地人，不是正宗的我们当地人开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刚才搭到一台很可爱的司机的车，然后来到这个干石记肥肠粉。对，那个司机一路从大熊猫基地跟我们聊到就是市区，然后就跟我们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些傻孩子，就什么假期的时候去里面人挤人，然后就是很可爱，很热情。然后我们还就是把我们的美食清单跟他问一下，看他认不认同。他说串就是本地人其实不太吃，他说的啦，他说的。外地人的东西，对，本地人都不吃过时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要吃这个干石记肥肠粉，就得到他的认可。他说点一碗小的，吃味道还是很可以的。我很喜欢他最后说的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成都人就是很悠闲，夏天的时候呢，光着膀子就划拳、拍肚皮、喝酒，好的好的乌烟瘴气。对，我觉得好的乌
烟瘴，其实就是真的是诗人在民间。好，我现在好饿，我们早上都还没吃东西。赶快来！到了，走一圈。这个肥肠粉是我看詹姆士推荐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想来吃。它这个粉其实是红薯粉，然后去把它拍成面条，吃起来口感有一点介于冬粉跟米苔目之间，有一点冬粉那个 Q 劲，然后有一点点米苔目那个咀嚼感，咬起来不会说很 Q， 要大力咬才会断，它其实轻易咬得断，但还是有点特殊的那个弹性。汤底的部分就是一般的高汤，喝起来蛮浓郁的，很顺口。这一碗看起来一点都不成都。对啊，对不起，害我还跟隔壁的人借来拍照。不吃辣就是我觉得很棒，它有提供白汤的部分，所以不吃辣的也可以活下去啦。然后重点就是这个肥肠，这个肥肠除了非常的鲜，一点都不腥之外，还很 Q， 非常的有嚼劲。你咬在嘴巴里面不会觉得很难咬，因为它的那个切的大小刚好，吃起来非常的过瘾，就是有一种猪大肠胃口香糖的感觉。这样讲不知道精不精确。这肠节其实就是猪小肠的味道，就大家看到四神汤里面那一种小肠。然后虽然它打了结，但其实没有特别吸汤汁，就是它厚厚的，其实比较多是口感的部分。虽然昨天吃完一整天，今天起来就上火了，整个牙龈跟眼睛都很痛，但中午还是忍不住点了红油的抄手，然后还特地跟他说拜托少辣椒，越少越好。但上来以后发现师傅可能有他的底线吧，再少也不能有多少。这个抄手泡在红汤里面看起来非常可怕，但实际吃起来又是成都一贯的很香的辣，然后麻舌头为大多数，就是完全不会辣到喉咙里面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碗的调味还蛮好的。但是抄手本人就是皮比较软，然后内馅稍微松散一点，所以抄手本人不是我喜欢的，但是这个调味真的非常好。刚才吃到一半，里面的师傅开始拍红薯粉，这边的红薯粉真的是拍出来的，然后他一边拍还一边在唱歌，唱得非常有节奏，就是你会吃饭吃一吃，然后忍不住这样。有背景音乐，真的，哇，这边好嗨哦！下一站去哪里？吃凉粉。又吃。吃完肥肠粉，来到文殊院旁边继续吃洞子口张老二凉粉，这个排队人潮不输熊猫啊！快点去看。凉粉就是 QQ 的，然后有一点淀粉的香气，但是比较软一点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弹性。然后这个外面挂的汁其实调味也蛮复杂的，就是有一点豆瓣酱糖，然后味精、孜然，当然还有辣椒，就是整个吃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味道，甜甜咸咸。虽然店名叫做凉粉，但是它其实最有名的东西是甜水面。这个甜水面里面面有点像是那种刀削面，但再更厚一点。可以看得出它面心还是有点带生的感觉，嚼起来我觉得非常的有嚼劲。然后这甜水面会多带一点甜的味道，感觉糖放的稍微松一点。这个的辣的形式就比较麻比较少，比较多是口腔到喉腔之间的辣。好啦，赶快吃一吃我们的终极目标文殊院。我们已经在他的门口20分钟了，都还没进。对，排队排很久。文殊院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算是佛门圣地，所以有非常多有信仰的人其实都会来这边参拜。走来了一个森林，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有感觉，就是树很高，然后红墙绿瓦的感觉，慢慢走真的很舒服。你为什么要把凉粉挂在耳朵上啊？鲜果啊什么？我们刚才有逛到文殊院本院那边有一座非常精致的，有点像是琉璃材质的佛像，但是因为它有明确写出禁止拍照，所以我们就不拍了。下午在文殊院里面走走逛逛，然后真的又再次体会到就是成都的悠闲，真的在里面就是觉得蛮放空的，就是平常的什么事情都想不到，你就坐在那边，然后看着树，然后看着老人聊天，虽然他们讲话我听不懂，但就是觉得很悠闲，就会忽略时间的流逝、啊。对，然后不知不觉就是中午了，才中午了，但是对还没天黑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去一个非常好拍照的景点去看看。我们现在来到鸳鸯楼，它其实不是一个景点，它只是一个著名的拍照地方。然后鸳鸯楼也不是它本身的名字，它其实就是红瓦寺街18号，它是一个有老香港感觉的房子。然后因为它2个楼，然后中间有很多楼梯，所以被昵称为鸳鸯楼。
这边拍照超多人，所以你这边等人啊、瞧姿势啊、拍大概1个小时跑不掉。其实如果没有人的话，我觉得15分钟就可以拍完了。因为其实小红书有蛮多照片教学，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好拍的点。但是因为今天人真的太多了，超多。然后要提醒大家哦，就是因为这边其实还是有一些居民住在里面的，所以不要大声喧哗，也不要乱开别人的门，真的就是会不太好，毕竟是别人家。对，不过他们其实都已经蛮习以为常了，看到很多居民路过，就是当做大家是不存在的人一样。对啊，就穿着睡衣在外面洗菜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会生气。晚餐时间，一晃眼就7点了，是这中间我们没有去哪里，就又回酒店睡觉了。今天太早起来了啦，真的太累了。我们现在来到钢管舞场串什么的。对，反正这家店是我成都的朋友推荐我的，说虽然很观光，但是他真的觉得也蛮好吃的。我其实没有正式的吃过串串，之前都是吃一些感觉是假的串串。然后串串其实就是像火锅一样，它也有红汤锅、白汤锅、鸳鸯锅，但是它不一样的点是你去拿料的时候，它的料是帮你一个一个插在竹签上面的。计算价钱的方式也是按竹签的称重来算，而不是按食材。这一家的红汤，我觉得它的辣度比较够，但是还是维持在口腔，不会到就是喉咙。然后它的麻的话，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爽快，就是你吃完以后，其实整个嘴唇并不会麻麻的。这个红汤其实这几天吃下来是我觉得香味比较没有那么足的，但是因为它的料本身都有腌一点味道，或者是内脏比较重的味道，所以说我觉得还 OK， 不会难吃。然后这个鸭血我要重点推荐，我刚才看到它的时候想说，这应该是我看过最红的鸭血，就是整个鸭血还是红彤彤的，像一个红色的果冻。下去煮以后，这个鸭血真的非常嫩，你筷子会有点难夹起来，然后入口真的是极化。我觉得在串店吃麻辣鸭血真的蛮爽的。我们刚才点了这里的超级招牌9秒鲜毛肚，就是算9秒的意思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毛肚真的很脆口，是有一点点不太容易咬断的，但是你大力咬还是咬得断。挂满了红汤那个辣油，其实一入嘴是整个辣的香气充斥在嘴巴里面。我手机是不是在？毛肚其实味道不太重，但那个毛肚上面的皱褶可以挂很多辣的汤汁，这是我目前吃到现在就是配辣汤吃起来最过瘾的一个东西。辣到了，先干为止。吃到最后从红汤锅变白汤锅，好累啊！它是比较咸、比较横冲直撞的辣，所以吃多了有点腻。然后因为我们买的是套餐，必须吃满1斤的串120只，你敢信？建议大家来可以串吃味道就好。它旁边还有很多一盘一盘的用料比较新鲜的东西，我觉得比较值得吃。吃饱了，嘴巴又咸又辣，我们要去找个甜点来吃。我们到一个美食广场里面要寻找我们的甜点，这里好多小吃哦，各种感觉来对地方了。对，我对这里比较有食欲。我们要吃的店没开。好了，我们就在这个美食街随便找一下其他的好了。真的很悲伤今天。买到了，但是因为地下街没有位置，所以我们只能外带回饭店吃。这告诉我们不要10点想吃冰粉了，就是好的店可能都关门了。当做我们是来吹吹风，散掉身上那个串的臭味啦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移动的串，那味道真的太可怕了。好了，回去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吃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冰粉是什么东西，其实它就是一种像爱玉的果冻。然后吃起来没有爱玉那种自带的香气，所以大部分的甜味还有香气都会是由它的配料提供的。像这一碗我是吃水果的，然后里面加了很多水果，西瓜、火龙果、哈密瓜，然后主要的调味有酒酿，口感的部分有葡萄干、绿葡萄干跟一点花生水。像这一碗就觉得它调得非常好，甜度适中，不会吃到让你腻。水果的香气表现得刚好，然后酒酿跟花生碎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就酒酿带有一点点酸，然后一点甜味。花生碎提供了一个脆的口感。吃了一天辣的东西，在晚上吃一碗冰粉，就感觉是一个很清爽的结束。疗愈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行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想看更多影片，可以按订阅，还有小铃铛，不要干扰我。然后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，也可以到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去找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